关注大度一百伏。卖多少钱啊？5块哈。你之前我垫了5万块，5万多，你垫了5万多。标准低，少低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冰刃漆？哦，贵呀！哎，5万。老朱噻，小意思，小 case。5万多，哎呀。我哪天马上再说。哎，先不说，拍视频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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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，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。为啥我现在穿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是因为手边的这台电脑啊，是一台可以说让我的钱包破产的一台电脑。那它就是来自 ROG 的冰刃7 低配，它应该是现在你能够买到国产原厂出厂最贵的一台游戏本了哈。配置是来自 AMD 的 R97945HX。英伟达的4090移动端的显卡，以及4TB 的固态硬盘和64GB 的内存，反正能拉满的基本上都已经拉满了啊！直接省流56999。我知道你们怕兄弟吃苦，也怕兄弟开路虎。这台机器放心，我买不起啊，不是我买的，是我去华硕卖钩子借来的啊！做完视频还得还。如果不还的话呢？在上一期开箱视频，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哥跟我说，这个价值的东西，如果按非法侵占或者盗窃的话，要判3年到5年的样子。不过好像也可以搏一搏啊。好，不说那么多了，今天我们的这个体验呢，我就顺序调换一下，我先从它的性能开始，再去讲一下它的这个最屌的设计。第一，性能，这台冰刃7双屏是我今年用的第一台锐龙9的机器，而且是规格最顶的7945HX 啊。在测223的 CPU 跑分之前，请让我大声喊出那几个字母 AMD Yes。单核1932分，多核达到了丧心逼狂的35000分，不仅秒了所有英特尔的真 i9 的机器啊，也只落后了我前阵子卖掉的13900K 的台式机不到6%，简直抢到没边啊！同时，它也是我今年用的第一台4090移动端的笔记本啊，跑 DimeSpy 测试啊，依然炸裂。这个175瓦的4090直接干到了21844分，直接就打平了去年的台式机顶级显卡3090 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带得动 4K 游戏吗？答案是 Musa。赛博朋克2077全高特效画质，光追次高 DLSS 次高，4K 分辨率跑测试图直接硬扛下来了，达到了64帧，2K 画质可以跑到95帧。如果开启 DLSS 3，4K 画质可以跑到105帧。2K 则直接跑到153帧，直接就电竞级玩耍了。2077的优化有多好，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啊。既然这个游戏这台机器都可以 4K 带得动，那其他游戏放心啊，都不会差。地平线我最高特效画质，高光追，甚至不开 DLSS， 在 4K 画质都能达到89帧。更绝的啊，就是这个级别的显卡好像没有开 DLSS 的必要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问了，哎，你为什么不测 1080P 画质呢？我就觉得吧，能够花5万块钱买电脑的人，应该不会用1080P 的显示器吧？应该都是4K 144赫兹直接拉满吧。网络游戏呢，我也测了，但是我真的懒得做表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机器你 4K 无脑拉高分辨率，摇就完事儿了，知道吧，铁子？这还是5K 的显示器啊，5K 平均帧223帧啊。生产力部分呢，还是要再强调一下，就是我的工作平时就是PR 剪视频以及 Lightroom 修图，所以说呢，我也只测试了这2个。这部分的体验也是继续让我感叹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这台机器顶级的 CPU 和顶级的显卡，加上64G 的内存，再加上它这一套读写能够达到1万多兆的4TB 的 SSD， 哇！就用起来是真的爽啊！
用它剪辑我用索尼 A7M4 拍摄的422 10比特的 H.265 4K 60帧素材时，而且是动不动就单个视频就200-300个 G 的那种超长素材，在预览、剪辑、拖动、调色、效果等等等等，我能做的所有操作都做了，但是它就是不卡，感觉得用点什么6K 啊、8K 的那种超高码率、超级大的素材才可以完全榨干它的性能了。导出一个5分30秒的 4K 40兆码流的成片，只需要115秒。这个成绩我只能说牛逼了的。然后 Lightroom 在批量修图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内存和 CPU 性能的哈，但是体验也是和剪辑一样丝滑的享受。我上次去北京拍的几百张33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图片，统一调色、滤镜、预览等等，也很少有卡顿，丝滑的标的，就不多说了。花了这么多钱就该有这个体验啊，没毛病。导出104张2400万像素的 JPG 图片，耗时仅需141秒，也是2分钟多一点点啊，强到没边。第二，外观、屏幕、外设、接口、重量，其实设计部分才是这台机器的重头戏。先说 A 面，风格和其他的 ROG 机器保持一致，斜切线和大眼睛 logo 一摸，居然是往里凹的，并且会根据光线和角度有蓝色的和紫色的渐变啊，就是骚啊 ROG。唯一的槽点就是 A 面居然没有给 logo RGB 灯，这个不符合登场一贯的作风啊。B 面的主屏幕规格在目前无论是 Windows 还是 Mac 阵营里面都是最顶的。说人话就是 Mini LED 2.5K 分辨率，240赫兹刷新率，3毫秒闪现速度，1100尼特，亮度100%， P3色域，强到没边的屏幕参数，尤其是这个屏幕亮度，跟他妈个闪光弹似的啊！给你3秒钟啊，你能找出比它更好的机器吗？没有。然后下巴部分和幻视6是一样的，在某一些特定的角度几乎是看不见的，质感直接拉满。上巴有带人脸识别的摄像头，并且突出的这一块上刘海很小很小，好冰啊，比那些上刘海都要冲到天上的妖艳贱货好太多了。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表现如下：凌晨3点钟，我把65岁的老爸赶出家门，只因网友3句话让他花了18万去塔克拉玛干看一下到底有多干。C 面是这台机器在机海当中能被一眼认出的关键，上半部分是3840×1100分辨率的触摸屏，基本理解为4K 就行了，并且它还是镜面屏，质感我之前也强调过，镜面屏的质感确实是要好一点。掀起屏幕时，副屏会一起抬起来，方便观看的同时，也可以给散热模组增加进气量。这2周我一直在用这台机器，这块副屏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并不是花里胡哨。在我剪辑的时候，习惯把时间轴放在副屏，其他的素材、效果、预览框等窗口就直接放在主屏幕，这样可以减免很多需要频繁预览素材或者切换、调整窗口的动作，还有像时间线的缩放等动作。然后这个视频的脚本呢，也是用它写的，在主屏的左边放网页查资料，右边放 Word 写脚本，下面的副屏就放大纲。而且我写东西时喜欢听歌，就把歌词也放在副屏，这样就不至于影响我写作时的节奏，还有唱歌的节奏了。至于什么主屏工作、副屏摸鱼、直播的时候主屏打游戏、副屏放推流软件和监控弹幕等这些功能，用不到的时候不觉得有啥，一旦用得到，你就会发现，一台电脑能够完成2台电脑的事情是要方便的多啊。副屏在抬起来的时候，下方会露出玻璃覆盖的 ROG logo 和主板啊，机械感直接拉满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并且这里还可以跟随键盘灯闪烁。这台机器的产品经理是谁？你真的太他妈骚了！副屏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有点粘指纹，建议常备一块擦镜布。下方的键盘是我用过的键程、按压、回弹、声音和单键 RGB 灯效综合成绩最高的键盘，我为这个节能负责。并且由于机器发热源基本都在副屏下方，所以键盘区域的温度非常低。想想也是啊，就是副哥的手要是烫伤了，那还怎么收钱呢？右边的这个触摸板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用起来很不习惯啊，但是我这1个月用下来发现，其实还挺好用的，摸着极其的丝滑，并且打字的时候根本不怕手和触摸板误触啊。这个传统笔记本大家懂的都懂，长按触摸板左上角还可以打开小键盘，也算是没有数字键盘的曲线救国了。只是如果开了小键盘就不可以滑动的这点，还是有一点点难受啊。并且 C 面一点都不沾指纹，手感又好，本来是可以满分通过我极为严苛的
再比是面积支付的测试。但我发现这个副屏抬起来以后啊，如果有液体从缝隙进去的话，可能会给我的存款带来一点小小的 ROG 震撼。这个 C 面真的非常独特，不开玩笑，见过的人都会被惊艳到啊！想表达它的质感，但是我不能完全拍出来。感兴趣的话，我建议你去实体店摸一摸。接口部分 2A2C1 HDMI TF 卡槽1音频接口。这个规格和数量中规中矩吧，没有外观和性能那么惊艳到我。扬声器哈，这台依旧是顶级的表现。刚好我手上还有一台还没做视频的机器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有个姑娘叫什么？长得好看又什么？一双美丽的眼睛。整机2.69千克，加上适配器3.8千克，这个重量不算轻了。但是考虑到这2块屏幕啊，以及这套非常顶级的性能硬件啊，其实平时把它放在双肩包里面背起来还好，不算累啊。只是说呢，柔弱的女生背起来可能会比较费劲。拿不动没关系，学长放。第3，总结，用它的这个月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缥缈的一个月啊，因为它不是我的，但是我又想它是我的。别人除了听到它的价格时会我操一声也就过了，在能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依旧负担不起这种近似奢侈的机器。这台兵刃7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定义哈，因为它的定义权只能交给那些真正的负担得起它的那些人。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负担得起这样子的机器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和我分享，好吧？对，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 ROG 兵刃7双屏的使用体验了啊！希望我能够早日成为那种买它的时候根本不用眨眼睛的人，也希望看视频的你也可以成为买它的时候根本不用眨眼的人，好吧？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一夜暴富，好吧 ？Peace。